大家好，又到了一个新的学生季。上个视频我讲了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该如何选择学校，得到了很多家长的正面的反馈。那个反馈中呢，有一些家长又问了另外一个同样让他们纠结的问题，孩子到底是该选择住宿还是选择走读？当然了，就是我在这里讲的前提是呢，大家有条件有能力去选择住宿和走读，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该怎么选？应该这么说吧，就说有些教育专家说寄宿学校不好，孩子失去了家长的陪伴心灵会受到伤害。有的教育专家讲呢，寄宿学校好，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可以让孩子迅速的成熟和成长。其实看了这一段呢，大家就应该明白，他们讲的都不完全。在他们讲的这些结论中呢，他们其实忽略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他们或者说根本不是在谈论同样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支持寄宿的人说的是人生技能方面的生活独立、适应社会，反对寄宿的人呢说的是心理健康方面的亲情缺失、心理受伤。他们说的呢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所以结论自然是南辕北辙。而我在这里呢，先把我的结论展示给大家。我们真正正确和万无一失的选择，是选择我们家长自己，选择提高自己的教育能力。如果家长对教育有着非常好的鉴别力和理解力，以及教育和引导孩子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就能给孩子持续的稳定的心理支持。那这个孩子的所谓的独立于这个社会的能力，他是不需要靠在寄宿学校这样一个所谓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来的。同样的如果你懂得孩子的心理的教育引导，孩子即便是到了寄宿学校，不论这个学校是好是坏，他已经具备了极强的心理的自我调节能力，他肯定能够抵抗这个环境下的一些不良的因素，他就不会受到伤害。所以结论就是，一个内心本身就已经非常健康、坚强和坚定的孩子，他是不会惧怕任何环境的，他是可以在任何环境下健康的成长，因为他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而一个没有教育好的、内心虚弱的、心里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孩子，你把他放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即便是很好的环境下，他都可能受到伤害。我这里边的环境指的是不同的学校，指的是住宿、寄宿，指的是走读，这都叫客观的环境。下面呢，就给大家讲一个就简单的例子来证明一下，就是选择家长自己它的重要性。我现在身边就有一个孩子，他呢现在在多伦多大学的音乐系钢琴专业。其实这个孩子中学从我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就面临着是自己到学校去寄宿，还是继续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选择。后来他就主动要求希望和我们呢继续待1到2年。他自己说他想再和叔叔住在一起1到2年，他说他还不够成熟，等他准备好了，他会自己独立。其实因为这个孩子呢，在我们学校上中学阶段呢，就连跳了2级。他读大学的时候呢，刚刚17岁。我其实也知道他的这个独立生存的能力世界观以及自制力，此时此刻比起我的其他正常年龄毕业的学生来讲呢，还是有一点点不足。因为我知道孩子到了这个大学寄宿了之后呢，目前的社会环境很有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而目前他的状态呢，没有100%的把握处理好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他的自制力不一定让他能够100%的躲避这种可能出现的不良因素的影响。
一旦有这样的不良因素，并且对他产生了影响的时候，其实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当然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不一定，肯定发生，但是我不允许这种偶然的可能性，就是这种偶然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在我学生的身上。因为一旦有这种可能性，他又没有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做好真正的准备的时候，他的结果就会有可能很不好。这也是我同意他继续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对教育的这种经验嘛，就说再有1-2年，这个孩子的各方面的能力就会达到完全令人放心的状态，特别是自制力。那他呢就可以完全的独立的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由于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离多伦多大学比较远，孩子就光通勤来回去需要花费3个小时左右。我问他这会不会影响他的学业，孩子说，我宁愿花3个小时在路上，也不愿意失去老师在这个阶段对我的提醒和帮助，而这些是我现阶段更需要的东西。听到孩子这样讲呢，我内心实际是非常的欣慰，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他虽然现在没有能够100%的把握自己的能力，但是他的思想已经非常的清晰，他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需要弥补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事实证明由于孩子的目标明确思想专一，他把自己来回通勤路上这3个小时安排得非常的合理。比如他选择坐火车，而火车作为他的通勤工具，它是又准时还安静，他可以在火车上做功课、阅读等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做的事情。这样一来呢，他不仅学业等各个方面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反倒他的这个学业表现达到了近乎这种完美的状态。他的学生对他真的羡慕而敬佩，他的教授对他赞不绝口，以及他代表学校参加的各种表演和比赛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当然这里要强调一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孩子在走读或者寄宿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没有必要的困难，降低客观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比如距离，当然是越近越好，越方便越好。这里呢举这个例子呢，主要是想再一次强调一下住宿和走读的这种客观条件的选择和孩子主观的心理、精神、性格的提升与培养，我们更应该选择后者，而不是过分的在意前者，比对来比对去，这个其实都不重要。随着孩子主观的心理、精神、性格的提升与培养，孩子呢，不论是寄宿还是走读，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孩子主观上能够正确的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些不利的因素想办法转化成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他所面临的事情的结果就会非常好。我希望大家呢认真体会一下下边我讲的内容，就是说我们家长做的所有的选择，比如选择寄宿还是走读，以及选择学校，我们做的这些所有的选择的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说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我们家长知道，但不一定清晰地意识到，这是我们的选择来选择去的、比对来比对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么我们选择孩子更好的成长这样一个目的，它的根本的要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其实家长在选择一个好的教育，一个好的教育才能让自己的孩子更好的成长。我们所有的选择，不论孩子选择走哪条路，这都是形式上的选择，我们本质上是在选择好的教育。而作为家长，如果你有了好的教育，就意味着你能够把握、掌握自己孩子
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东西。因为由于你有了好的教育，你已经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坚定，充满了信念，充满了自律。这个时候，对于任何一个选择，你都不必过于在意，也都不必过于去焦虑。说到这里呢，这个家长其实就应该明白了，自己具备教育能力，其实就是选择了自己的孩子能够顺利健康成长的这种必然的结果，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能够左右和把握的。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选择都是把自己的孩子的命运交给了学校，交给了社会和交给了别人。命好的话，孩子遇到一个好老师、好学校，孩子可能会成长的顺利一些。命不好，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周围有很多被错误的教育导致的孩子们他们的那种不好的结果，真的令人叹息。就说家长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是将自己孩子的命运交给了偶然，而不是必然。本质上这个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一回事。教育从来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它的根本的灵魂。它的灵魂就是你要懂教育，家长要懂教育。这个一个学校懂教育，它是个好学校；一个家长懂教育，他是一个好家长；一个社会懂教育，就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社会。而之所以划分成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其实是实施教育的主体的不同。但任何一个教育，它本质上其实都应该是一个好的教育。好的教育被家长掌握了，就是好的家长；被学校掌握了，就是好的学校。内容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的家长就应该去掌握好的教育，因为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这些东西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而我们唯一可以绝对控制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有好的教育能力的家长？